当你用手机拍下一张照片，自动上传云平台之后，它是否只属于你个人呢？或许它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国家的情报系统。2018年，震惊全球情报界的徐延军间谍案，揭开了庞大的中美情报战体系中非常隐秘而又普通的一个插曲。这个案件也进一步加速了情报暗战中中美互相学习的力度。通过美国司法部起诉书中的内容可以知道， FBI 通过苹果的 iCloud 服务掌握了目标人物徐元军的确切身份信息。徐元军是中国江苏省国家安全厅的一个副处长。2017年，他开始招募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华裔工程师。FBI 在发现了这名工程师的泄密嫌疑之后，顺藤摸瓜掌握了徐元军的2个谷歌邮箱，进而发现这2个邮箱也用于苹果公司的 ID 账号，定期向 iCloud 备份手机的数据。由于徐元军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随手用他的苹果手机对他的工作证件进行了拍照，然后照片自动上传到了 iCloud， 而 FBI 获取了这2个苹果账号的全部云端数据，根据其中的照片确认了徐的情报人员身份。此后 FBI 先后在丹麦和比利时设下诱饵，最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成功诱捕了徐元军，并引渡到美国。徐元军是第一个被引渡到美国并被定罪的中国国家安全人员。在徐的 iCloud 账户中， FBI 还发现了他的工资单、医保卡、请假申请等照片，以及他和其他被招募对象的谈话录音等多种数据。他甚至还在手机上写工作日记。另外，他还记录了由于报销和经费问题而对他的领导的吐槽和不满。徐元军事件之后，中国开始正式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不得使用苹果手机和其他苹果设备。2023年，禁令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部国有企事业单位。2021年，特斯拉也因为随时扫描数据，同样被禁止进入政府单位办公场所。穿越徐案的背后，在表面激烈的中美科技竞争、经济博弈之下，是长期而激烈的情报暗战，涉及国家整体安全的激烈碰撞，才是徐案的真实背景。在这场隐形的战争中，近些年的标志性事件或者说阶段性高潮，则是起始于2011年美国启动的针对中国华为公司的战略布局，而在2019年的致命一击之后，则达到了故事高潮的第一个顶点。到2025年的今天，这个局部的战争已经持续14年，且还远远没有结束。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也就是没有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国企业不得和华为公司进行任何交易。官方的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风险，华为可能窃取美国政府的敏感数据，以及通信设备可能存在后门。但如果我们撕开这层国家安全的包装纸，会发现一个更简单的事实：华为被制裁不是因为它可能偷看了美国的秘密，而是因为它可能让美国看不清世界的秘密。自二战以来，美国便将情报搜集视为维护全球主导权的核心手段，而对敌对国家实施监听行动是情报搜集最直接的技术手段。在冷战期间，美国监听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监听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盟友国家。各国情报机关对美国的监听行为其实心照不宣，这也是大国博弈中的潜规则之一。然而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员工爱德华·斯诺登将这层遮羞布彻底撕破，也让盟友国家重新认识了美国对他的朋友们的情报搜集力度。斯诺登揭露的棱镜计划震惊全球，这一监控网络不仅针对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的各级盟友。文件显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被监听了至少10年，另外还至少有35位，包括法国、巴西、墨西哥总统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世界各国领导人。当然，美国最亲密的战友以色列也无法幸免。这场风波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情报战争中，盟友不但没有豁免权，而且和敌对国家的待遇几乎一样。在这个事件中，中国最关心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情报搜集达到了什么程度。斯诺登文件显示，美国 NSA 对中国有2项重大行动，
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首先就是对中国华为公司的黑客计划，一个代号为 Shoot Giant 射击巨人的行动从2009年初启动。NSA 利用华为当时使用的一部分美国品牌设备的漏洞和间谍软件，侵入华为位于深圳总部的服务器，取得了包括1400多名客户列表、内部培训文件、高管电子邮件等重要数据。最重要的是，美国获取了华为部分高端路由器和数字交换机的源代码。从这些源代码中分析的漏洞，让美国情报机关类似斯诺登这样的技术人员，可以在所有华为设备部署的地方自由进出。NSA 后来还长期监控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如 CEO 任正非和主席孙亚芳的通信。斯诺登文件显示的针对中国第二个重大行动是， NSA 在掌握了华为设备的漏洞之后，渗透进入了中国移动公司的通信网络，结合 NSA 的另一个针对海底光缆的监控系统 Upstream， 也称为溯源系统，获取了时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及其继任者习近平以及中国商务部、银行、运营商等关键领导层的短信和通话记录。斯诺登文件还称 NSA 掌握了中国某一时间段的全量短信数据。斯诺登事件曝光后，德国对美国提出了严重抗议。德国、法国要求与美国签署互不监听协议，当然遭到了美国的严词拒绝。而当时仍然在韬光养晦的中国，则选择低调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的监听范围覆盖全球，支撑它全球监听能力的有3大基石。第一块基石，首先是它众所周知的军事实力，分布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全球80个国家和领地，约800个军事基地，除了为美元体系能源定价、科技控制、海上贸易提供保障，当然也为美国的全球监听提供了前沿阵地，可以实现全球无线电波的全方位侦听监控，也作为部分人力资源情报的前哨基地。第二块基石则是一套完整的法律框架，核心法案包括针对海外的外国情报监视法、针对国内的爱国者法案，以及2018年通过的针对全球的云法案。2001年911事件发生45天之后，爱国者法案得到通过，它允许 NSA 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人士与海外的通信。然而事实上很快就发展到了法律上无需授权、实操中不分内外的大幅权力扩张。之前的原则是除非有具体的嫌疑，否则不能监听公民，现在则变成了先搜集所有数据，需要的时候再去甄别。2018年生效的云法案则更具全球性争议，它授权美国政府可以要求美国公司交出存储在海外服务器的数据，这被欧洲隐私监管机构称为合法化的跨国监控。支撑美国庞大监听体系的第3块基石，就是它全球领先的数据接入能力。这部分主要是各类有线数据，一是美国控制了全球主要的通信光缆和关键数据交换节点。NSA 通过直接镜像光缆，也就是前面说的斯诺登文件中的棱镜计划，它全量拷贝全球骨干互联网数据。棱镜计划中，美国在2012年就已经控制全球80%的海底光缆，几乎覆盖了出入美国的全部国际连接。2025年，美国仍然控制全球75%左右的海底光缆信息。第二个数据接入是通过思科、诺基亚、爱立信等通信设备制造商的技术合作，在电信设备中预留执法和情报接口，而华为公司就出现在了这一关键的领域。在前面提到的 NSA 的 Shoot Giant 射击巨人计划中，美国通过对华为的黑客行动，掌握了华为设备的漏洞和源代码，从而获得了进入使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网络的数字钥匙。然而，棱镜计划的曝光让美国针对华为的这一把钥匙失效了。第3种数据接入是美国基于云法案要求美国科技公司提供本土及海外云服务与数据平台的数据权限。我们开头所说的徐元军间谍案就来自这一类数据。由于斯诺登曝光了棱镜计划，让华为启动了最严密的信息安全升级。美国分析后认为，重新秘密发现华为设备的漏洞，这样的难度和成本无法估量。如果中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华为当然也可以向
诺基亚、爱立信一样主动纳入美国的情报控制之下，但这显然并不是现实。斯诺登事件之后，美国立即开始公开打击华为在美国乃至全球的销售和部署，名义是因为华为窃取美国的技术和情报。然而到了2018年，在美国各类法案阻击和窃密指控之下，华为仍然在全球 5G 设备的市场份额中超过了爱立信和诺基亚的总和。如果华为继续在全球高歌猛进，那么美国的全球监听网络中，在通信设备制造商方面的数据接入将会出现大量的监控盲区。美国顶着巨大的外交风险，对默克尔等众多盟友领导人实施监听行动，可想而知监听技术在情报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当监听出现盲区的时候，华为也必然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因此2019年华为被纳入美国的实体清单也就成为了必然。除了情报和信息安全的目的，美国政府的监听技术还为美国企业在全球的商业竞争中保驾护航。早在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明确指示，情报机构应该帮助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获胜。欧洲议会的报告列举了多起案例，美国情报机构通过截获行贿证据或者报价方案，帮助美国企业如雷神、美国电话与电报公司多次打败欧洲企业，赢取巨额合同。法国前情报部长也曾公开表示，美国对法国企业的间谍活动比俄罗斯还要严重。显然，华为威胁的不仅仅是某个市场，而是严重影响了美国对全球的监听行动。也就是说，华为将导致美国即将失去查看世界秘密的能力，最终对华为的制裁就成了美国的必然选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制裁，华为并不是第一个。在华为之前，国家安全早已成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屡试不爽的万能钥匙。80年代，美国东芝公司因为向苏联出口精密机床设备而遭到美国的制裁，日本政府立即道歉并强化与美国的协作。2013年至2015年，美国以海外反腐败法为武器起诉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高管，最终这家欧洲能源巨头的核心业务被迫出手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而其高管在美国入狱5年。后来这名高管写了《美国陷阱》一书。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时担任经济部长，他见证了这一全部过程，认为这是法国工业主权的丧失。2019年，法国前驻美大使说，这不是司法案件，这是一次经济战争。2018年，中国中兴通讯被美国制裁，理由是违反了出口管制。中兴最终在缴纳了14亿美元的罚金，更换管理层，并接受美国派专员长期监督之后，才得以恢复运营。这次事件是美国首次通过技术封锁加供应链制裁的组合拳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成为之后对华为进行制裁的实战演习。然而，这个万能钥匙在制裁华为的事件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从2009年黑客计划开始，在历经斯诺登、孟晚舟以及贸易战等关键事件的催化之后，到2019年纳入实体禁令清单，美国对华为的态度发生了多次变化。第一阶段从2009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控制下的降维打击。此时，美国的科技实力对中国仍然处于降维打击的高度，而华为的体量在美国政府眼中可能仅仅是风险之一，还远远谈不上威胁。NSA 通过 Shoot Giant 射击巨人行动，使用黑客手段侵入华为的服务器，拿走华为设备的源代码和客户数据。这种方法既能控制华为，还能获取中国重要人士的通信信息，对采购华为设备的其他国家也能正常监控。这对美国只有好处，还谈不上威胁。第二阶段从2013年到2017年，斯诺登事件让美国无法继续秘密控制华为设备，因此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使用法律武器逐步进行禁止。2013年和201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规定，联邦机构不得采购华为设备。到2017年，直接禁止华为设备进入美国电信网络，已经安装实施的设备要全部拆除。美国还游说盟友一起防范华为的 5G 设备。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隔离。美国的预期是要把华为从美国市场彻底赶出去，同时拉着盟友一起封堵。第三阶段从2018年到2019年，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兴 2.0 加上阿尔斯通 2.0 的方案。2018年底，加拿大根据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美国的预期结果是，华为将会和中兴公司一样，在半年之内投降，缴纳巨额罚款，更换管理层，签署监管协议，甚至像阿尔斯通一样被迫出售部分业务。然而，美国的预期再次落空。华为之后的应对众所周知，我们不再赘述。到6年制裁之后的2025年，华为的处境如何呢？从信息安全层面看，华为被踢出美国和核心盟友的电信市场，美国监听全球的盲区大大减小。从这点上来说，美国的核心目的已经达成。从经济层面看，华为所受到的损失却并不足以致命。表面上看，美国取得部分成效，华为全球手机份额从2019年的峰值近 20%跌至2025年的 9%， 西方市场几乎清零。5G 设备在欧美处处受限，但华为在2024年的营收仍然创下新的纪录。在非洲、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仍然占据电信基础设施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重要盟友欧盟仅部分成员在核心网禁止华为，并没有全面跟进美国。然而，在最关键的技术层面上，美国的制裁可以说帮助华为加速了最核心技术的突破，它激活了华为和中国的备胎计划，一批中国的芯片企业反而迅速崛起。最新消息是，美国总统川普批准英伟达向中国重新出售 H200 芯片。然而，英伟达和市场分析认为，英伟达在中国可能仅仅能够获取禁令前预期目标的 10% 左右的订单，因为中国的各大企业已经将华为设备作为英伟达 H200 芯片的替代方案。总体来说，美国的万能钥匙在华为项目上不能说完全失效，只能说收之桑榆，却失之东隅。前面我们说过，美国的全球监听和情报能力靠的是3块基石。第一是称霸全球的军事实力，实现全球无线电监控和人力情报服务。第二个是法律框架，可以合法在全球开展行动。第三个是全球的数据接入，包括海底光缆监听、骨干网节点和互联网巨头数据服务等。中国在这方面当然也在不断向美国学习。中国在经济崛起、企业出海的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具备保护企业海外利益的能力。因此，在海外基地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的港口布局和少量护航行动，逐步建立情报搜集点位。在法律上，中国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授权安全机构开展国家安全执法行动。第三是数据接入上，中国正在大力建设自己控制的海底光缆，在亚太和跨洲光缆项目上不断布局。但由于美国的阻击，中国在全球新建光缆的份额上仍然远低于美国。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板块，人力情报在北美地区有将近700万，在欧洲有超过200万的华人。对于情报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可能的池子。而中国的这个优势恰恰是美国的致命短板，当然这也是美国正在大力向中国学习的地方。2021年 CIA 成立中国任务中心，这个机构单独设立，地位跟当年的苏联任务中心和反恐任务中心一样。成立4年后，中文母语情报官数量增长3倍。2025年，美国开始在硅谷、各大美国大学、重点中国大学周边重启传统的人力招募。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情报竞争中在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专家分析，2015年中美在技术情报上可能差距20年，到了2025年，这个差距已经缩短到5到8年。故事接近尾声，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当你用手机拍照上传云平台之后，它真的只属于你吗？2024年9月，中美达成互换囚犯协议。24年底，徐元军等3人被送回中国。中国方面称，3名被错误羁押的中国公民是美国出于政治目的的行动，而中国也送回美国2名间谍和1名毒贩。同时，美国政府说，中国对此3人的指控都毫无根据。而华为被制裁的真相，在不同的立场下呈现不同的逻辑。对美国而言，不在于华为是否真的窃取了他的秘密，
而在于华为可能让美国无法继续窥探世界的秘密。对于中国而言，华为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可以赚取外汇的企业，更在于中美科技竞争中的高端技术争夺。而对华为自身来说，它不过是大国博弈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即便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也无法完全独立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场国家级的情报与科技角力之中，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各为其主的生存法则，没有非黑即白的对错，只有对利益的精密计算和残酷博弈。因为规则早已经写好，谁掌握数据的流动，谁就掌握情报的权利；谁控制了通信的节点，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脉搏；谁定义了安全威胁的话语权，谁就能将对手合法的逐出游戏。2025年12月15日，彭博社发表文章《放弃战胜中国》。作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结构性的存在。由于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深度布局，美国不应该再把战略目标放在如何击败并消除这个对手身上，而应该寻求长期的共存与竞争。当10年一次的中国崩溃论屡次失败，当必须进行脱钩的论调不再现实，美国开始进行预期失败后的情绪损害控制，赢不再是美国唯一的选项。2026年，饥饿共治会真正开始吗？感谢您收听收看，请点赞订阅。